皇上把宫里的上衣监、金贸局和江南织造局一同彻查了，可沈医师一案历时20年，贪墨数百万。哪些能查，哪些不能查，哪些能查出来，哪些已查不出来。还望诸位身体圣意，秉承天理国法人情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，给朝廷一个交代，也给众目睽睽一个交代。赵某不才，蒙圣上不弃，兼委以江南织造局、浙江市舶司之职。今年的50万匹货与西洋的丝绸要都织出来，胡步堂脚窝的军需要源源不断的接济。沈安的事情我就不能细问了。谭大人，在，你是新任的按察使，主管刑名，又是钦点的办案官，该案就由你来领办吧。恐怕不妥吧？圣谕皇皇，忠诚是主审官，我是会同办案，钦案理应由忠诚领办。我是主办，你是领办。郑必昌、何茂才等一干人犯，由你领着海知县、王知县，还有镇抚司的4位上差审讯。审出的结果再交给我，由我领衔上奏朝廷。带郑必昌、何茂才。跪下。茂才啊，你我还未定罪，上述隔远，理应起来会话。来，扶我一把。赵大人，皇上的旨意上，是不是要我们带着刑具受审啊？如果没有，请给我们去掉刑具，设座问话。谭大人，你说呢？圣旨上当然没有让你们带不带刑具的旨意，但你们想知道皇上是怎么看你们的，我可以念几句旨意给你们听。上谕：朕4季常服不过8套，换干喜事，推衣易制，藩王使臣、官吏将士，节用之禄项，军国之需，无时不念国部之艰，民生之难。去料一蚕一茧，一丝一缩，皆吞没于群妒之口。如此吞丝剥茧者，若不一丝一缕从口中吐出，朕欲容之，比苍者天，岂能容乎？郑必昌，你不是问皇上要不要你代行受审吗？旨意你听到了，对你们这些巨妒，皇上想宽容你们，苍天也容不得你们。跪下受审。落在你们手里，无非一死而已。可各位大人不要忘了，我们的案子皆因织造局而起。杨公公不来，织造局不来，不知你们要我们招什么？案子审到朝廷，
杨公公也应该出来帮我们作证。赵忠诚，你们如有偏袒，朝野自有公论。忠诚，你是主审，奸犯如此顽劣，忠诚应该有个态度。几位上差，是否请杨公公出来，和他们见一面？带杨金水。请问赵忠诚，杨公公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受审啊？将杨金水即刻押送京师。好手段！我们的案子因沈医师而起，沈医师一案因织造局而起。你们现在把织造局撤走了，案子自然就落在我们身上了。好，可是几位大人，你们想没想过，巡抚衙门、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是从来不产私仇的。赵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但不知接下来你们问什么，怎么问？那么多私仇和卖私仇的钱，每年每月往宫里送，是不是问什么我们就说什么？扯上谁我们就供出谁。老何呀，没有人救我们了，不为自己，为了家人，我们也得自救。老郑，同僚这几年，我是一直都看不起你。今天，我他妈谁都不服，我只服你了，心服口服。问吧问吧，只要你们敢问，我就什么都敢说。我现在就问你，今年5月初3，新安江9县的闸门，你是奉谁的命令扒开的？几千百姓死于洪水，几十万人无家可归，如此伤天害理。不管你何茂才、郑必昌，还有任何人，都死有余辜。居然还要挟我们敢问不敢问！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沈医师贪墨受贿一案，新安江毁堤淹田一案，井上14郎从聂司衙门被放出去一案，这3个案子，不管牵涉到哪个衙门，不管牵涉到谁，别人不问，我海瑞要一问到底。那牵涉到宫里的呢？
上一谏。金茂局、真公局，皇上已经下旨彻查，宫里还有谁牵涉到这些案子？你们现在就说。说。赵忠诚，大奸大恶，从来冥顽不灵。郑必昌由谭伦谭大人会同北镇抚司2位上差审讯。何茂才由海知县王知县会同北镇抚司另2位上差审讯。供奉圣命，身为主审，我把话说在前头。如果这2个人为了逃避罪责，胆敢诬陷朝廷，诽谤圣上，大明律法第1条第2条在，各位都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个海瑞是个南蛮，谭子礼，你怎么也不懂事？出去！我不知道忠诚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你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教你。谭子礼，你是谁的门人？忠诚有话就直说。那我就直说。你谭伦是誉王的门人，我赵贞吉是徐阁老的门生，徐阁老又是誉王的师傅。皇上把你、把我，还有誉王举荐的2个7品小官都派来审这个案子，圣意为何？当然是为了清除奸党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要看看誉王爷这边的人可靠不可靠。严党把持朝政20多年，扰乱朝纲，构陷忠良，贪墨敛财，为什么就一直不倒呢？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涉皇上，动他们势必有伤圣明。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，能够一字不差，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？皇上一方面说他老人家4季常服不过8套，一方面又要把杨金水押解进京，还要追查上一谏金茂局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宫里的事情要宫里审，也是相信我们，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，绝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，因为我们是誉王的人。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，我让你领办，你还心生怨意，皇上会相信你个小小的参军连升3级出任浙江按察使吗？担心我会卸担子，我又是主审又是巡抚，这个担子我卸得了吗？退1万步，就算我想卸担子，你谭伦担得起？你也不想想，郑必昌、何茂才一门心思想把事情往宫里扯，往皇上身上扯。那个海瑞不知道轻重，4个锦衣卫就坐在那里，我们2个都卷了进去，事情闹大了就没有退路。这一点你怎么就不能领会呢？你又没跟我交底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领会？那我就给你交底。第一，倒盐就不能牵涉皇上，牵涉皇上就倒不了盐，还会牵祸于誉王他们。不为你我安危想，为誉王爷、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，我们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。第二呢？你觉得胡汝贞这个人怎么样？还算谋国之臣，就是倒盐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，像胡汝贞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。还有那些名义上依附严党的人，
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，我们都得保，不保他们，反而抬高了严党。自然该保啊。今年5月毁堤淹田的事情，就一个字也不能问。那件事情是胡步堂结了案，上报给皇上的，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朝政。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，就会牵涉到胡步堂，就会牵涉到皇上，这是第2条。这第3条嘛，就牵涉到我自己了。看了上谕，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事。北域鞑靼，南抗倭寇，今年都指望着卖给西洋的50万匹丝绸。为了军国大事，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，苦一苦百姓，骂名我来担，你就不能再掣我的肘了。赵忠诚所谋者国，我也有这份心。让我们同舟共济吧。正比长河茂才的事情都不足论，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去劝劝那个海瑞，把道理给他讲清楚。他和你有深交，应该会听你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不用想了，我谭伦奔走于朝野，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，就是向裕王爷他们推荐了你海刚峰和王润莲。尤其是刚峰兄，你审镇比昌何茂才的供词，得到了皇上的这道旨意，已经是有大功于社稷了。救思民于水火，清君侧于一役，这都是最后一战。听赵忠诚的，我们戮力同心吧。我现在不能说答应你，也不说不答应你。谭大人，上谕派我们来审案，如果不审就定案，何必要我们来审？朝廷下一道旨意不就行了？谭大人说的是为了谋国，刚峰兄说的是如何正道而行。既然都是为了朝廷，为了百姓，我们好好审案就是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都是我举荐的人，我既是为国荐贤，也得为有谋身。刚峰兄，你不要让我为难。先审案吧，只要是真正为了社稷，为了百姓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大人，这样的话，小人实在不敢记录啊。那就先停下来，这一段不要了，重审。重审我也是这些话。说严嵩就说严嵩，说严世蕃就说严世蕃，为什么往皇上身上扯？还扯不扯了？松行，还扯不扯了？让他招供。还扯不扯了？说。我说了，松行，让他招供。说。松行。在这里，我和王大人是主审官。
你们自己都不讲王法，怎么让钦犯伏法？圣旨叫我们审案的，二位上差总得按旨意办事吧？同朝为官，如同乘一船，风浪一起，先落水后落水，谁都不能幸免。各位大人，大明朝不止我一个郑必长，换上谁来做这个官，都会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去做。谭大人，你现在已经是浙江按察使了，干上1年半载，你就都明白了。住口！你是衣冠禽兽，我大明朝的官员都是禽兽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在浙江当了4年的刑名，用了多少重刑，驱死多少冤魂。你要不想受报应，就说实话。实话之下没有重刑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是不是实话我们知道。你刚才说你们干的事都是为皇上干的，皇上什么时候给你下过旨意？没有旨意。没有旨意，你凭什么说是为皇上干的？制造局是为宫里当差的，内阁也是为宫里当差的，不是为了皇上干的，是为谁干的？记录在案。记录在案。这句话不许记。把供词和笔墨给我。你现在没有事了，可以出去。白知县，这样做有什么后果？你应该明白。你们要怕担后果，可以出去。我们走。冈部兄，你问话我记录。不必了，我一个人问，一个人记，你在边上听着就是。清案不能够问官记录，记录了也不能立案。好，我问你记。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，武官袍服上绣的是兽。谭大人，二位上差，我大明朝一个大学士1年的俸禄才158两啊，我当了巡抚1年的俸禄也就100余两啊。一头鹰、一只虎，靠这些俸禄也吃不饱啊。穿上这身袍服，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？狗娘养的！上差，你今天这样对我，明天别人就会这样对你。你贪饱了，吃肥了，这个时候却把事情4处里还扯，竟然敢往皇上身上扯！老子告诉你，唐朝、宋朝最多是诛灭9族，我大明朝可以灭你的10族。扶他起来，看他怎么样了。将侵犯的证词按上手目，立刻封存，交赵忠诚。是。
你说毁堤淹田是杨金水的主意，证据何在？没有证据。要找证据，你们可以去找杨公公。何茂才，你也是两榜进士，这个时候把罪名往一个疯子身上推，你不觉得汗颜吗？他疯不疯不关我的事。你是浙江按察使，胡步堂当时是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。这么大的事，胡步堂竟不知道。你也不请示胡步堂，你就会听一个织造局总管的话。何茂才，你这样的供词，能蒙混过关吗？当时杨公公是说奉了上面的意思，我不能不听。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？是谁？他说的上面我怎么知道？丧心病狂！你们二位停止审问是对的。像这样的供词，万万不能递上去。但侵犯也不能没有供词。下面该如何审？二位想过没有？郑必昌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，下面只能让他自己写供词。可依我所看，让他写，也还是这些。那就抓紧先审何茂才。何茂才那边审的怎么样了？回中丞大人，审何茂才的2个上差来了。海知县和王知县呢？回中丞大人，海知县、王知县没有看见，只有2个上差在前厅候见。快请进来。是。何茂才，我将你刚才的话归纳一下，你听清楚了。王大人，请将我的话记录在案。你刚才说今年5月，毁堤淹田的事是杨金水的主意。可杨金水只是一个织造局总管，他并没有权利调遣你按察使衙门的兵丁。你又说杨金水是奉有上命，你不敢不听。问你是奉了谁的上命，你又推说不知道。其实你知道。杨金水直接归司礼监管，司礼监一向是奉旨意行事。你说的这个上命，就是司礼监，是皇上。我没这样说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：毁堤淹田是谁叫你干的？让他在供词上画押，我们立刻送往朝廷。画押。啊，画押吧。你不画押，那好，那我叫人让你按上手模也行。来人，在。侵犯不肯画押，架上他按手模。是。哎呀，我有令情禀报。毁堤淹田。是小阁老写信让我们这样干的，先把那9个县淹了。可是杨公公也知道，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，哪有金汤一样的堰沟？胡步堂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郑必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
画押。来人！忠诚有何吩咐？立刻叫几个人，把树上那些乌鸦的窝都给我拆了。听见没有？是。郑必昌已经铁了心，不惜一死，也不会写出真实的供词。现在的案子，只能是落到何茂才的身上了。谭大人，你这就去找海知县王知县，把何茂才的供词立刻封存，立刻送来。我这就去。我们也告辞。往左，够不着啊！左一点。哎呀，还是够不着。左，哎呦喂！哎呀，搬梯子，搬把梯子来。对，走。算了，不要拆了。你说不拆了，忠诚那里你却回话呀？禀忠诚大人，海知县王知县来了，听说何茂才招出了重要口供。不要拆了，不要拆了啊！怎么又不拆了？忠诚大人说不拆了。哎呦！我看何茂才这份供词，可以立刻呈交朝廷。那郑必昌的这份供词，要不要送啊？还有，这里面这么多毁谤圣上的话，也能够原样送上去吗？那上差的意思是什么？一切牵涉到圣上的话，都要删去。你们看呢？我不这样看。诽谤圣上，正可见郑必昌、何茂才已是无父无君之人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会干下这么多祸国殃民的罪孽。大明律法载有明文，凡是奉旨审案，务必将原供词一字不改呈交朝廷，呈交皇上。改了，便是欺君。大明律法是有明文规定，可身为臣子，明知逆犯是为了规避罪责，诽谤圣上，也不忍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呈上去，有伤圣明。谭大人，你看是不是这样呢？让海知县再审何茂才，按照镇抚司上差刚才的意思，另呈一份供词。各位大人，当然可以再审何茂才，也可以再审郑必昌。但这份供词是我审出来的，我必须将原供词呈交朝廷。这样的供词交到朝廷，内阁看了会怎么样啊？司礼监看了又会怎么样？怎么上奏皇上？如实上奏皇上。郑和二人狂犬吠日，我不知各位大人何以有这么多的忌讳。要送朝廷也是明天的事了。海知县王知县今日也辛苦了，先回官驿歇息吧。何茂才供词非同小可，
真如所供，沈医师一案立刻便可审结。他背后的人都是死有余辜。可现在，钦犯为了逃避罪责，竟要把事情子虚乌有，影射皇上，这便是两难处啊。谭大人，你再辛苦一趟，去跟海知县说说，供词不能这样呈送朝廷。我可以说，但如果他坚持呈送，我们也无法驳回。他这样一意孤行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上差以为如何？赵大人，这是老城谋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觉是没得睡了，谭大人，多辛苦吧。所有的人在院外把守，不许一个人进来。是。来，快点！来，我。哎，靠我了啊！靠我了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不好！禀中丞大人，梯子架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就拆啊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若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无枝可栖。把拆了的树枝都捡起来。啊！把拆了的树枝都捡起来。是，快捡树枝，捡树枝啊！捡树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儿一个。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，来，这还有，这还有，好了。把树枝拿过来。哦，哎，快扶好梯子！快扶慢点。大人，你小心啊！稳着点，稳着点，扶住了。赵忠诚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你太偏激。你海刚峰是个刚直的人，上有社稷，下有礼数，可我大明朝也不止你一个海瑞忧国忧民。岳中四剑，你总听说过；戊午三子，你也总听说过。他们就都是敢于上书弹劾严嵩父子的直臣，而这7个人又都是谁在救？是徐阁老舍了命在救他们。赵忠诚是徐阁老的学生，他不恨严打，不想清除军策，就是因为前车有鉴。严党把持朝政20多年，直言参劾他们的清流就有100多人，其中被杀者20余人，被流放者30余人，幸免于刑，被罢官者更不知凡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严嵩孤立皇上，闭塞言路，将他们所做的种种不耻之事都暗中牵扯到皇上身上，以致只要弹劾严党，变成了诽谤圣上。今天他们终于弄到国库空虚、无以为继的地步，这些事呈上朝廷之时，便是严党倒台之日。万世之功，一步之遥。赵忠诚也是因为深知前车有鉴，才叫我来劝说你。浙江一案万不可牵扯皇上，一旦牵扯皇上，又将前功尽弃，严党依然不倒，
皆将祸及朝中举荐你我之人。罡风兄，事可从轻，又可从权，这个道理你也不明白吗？谭大人说的都是实情，也是至理。罡风兄，为朝廷计，为天下苍生计，先贤有见。为了不负岳中四剑戊午三子和那些为参严党而蒙祸的人，你就听谭大人的吧。我不是岳中四剑，也不是戊午三子。我姓海，名瑞，字汝贤，号罡风。我只是个举人出身，出生于海岛蛮夷之地。若不是你坛子里的举荐，我连个区区的7品县令也当不上，最多干满这届南平教育，就回家侍候老母。我不明白，赵忠诚、谭大人何以把我海瑞看得如此之重？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。